哎呦，大家早上好！现在我的人在上海，现在的时间是4点半。为什么这么早醒呢？这边的日出是4点50分。Let's go。我觉得旅行最重要的画面就是它的日出跟日落。这边的日出非常的早，为了拍这个日出，4点就要醒了。看我的脸还有一点肿。日出早的好处呢，当它日出的时候，城市没有人，所以可以拍很多东西。这里吧。拍 time lapse 最重要的呢，就是选一个非常美的 composition， 所以这个是我决定的。找了一个很美的 composition 过后，开始了。日出的时间可能会很快，我的 interval 时间是3秒一张，就让它拍到天亮为止吧。那么在等待 time lapse 的同时，当然就不要浪费时间。如果你有2架相机的话，就可以同时的用另外1架相机去拍摄其他那些早上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散步啊、警察啊、人家准备开工的画面。帅啊！你每天都有放风筝吗？没有风，哦，怎么办？怎么办？掉下来了！快点！20个人看到吗？很远呢。那么刚刚就在这边飞了 drone， 这边其实蛮多人的，所以都要非常的小心。那么我也不敢飞很远，因为这边很多风筝，所以我只是在这个 area 飞。现在要降落了。白天的 drone shot。成功！其实也是想要晚上来这边拍的，只是晚上这边超多人，有一点危险。在中国呢，其实飞 drone 是合法的，其实主要是你要注册你的 drone， 然后需要跟一些 rules and regulation，which 每个地方都差不多是一样的，不可以在有人的地方、有人群的地方飞，可以飞的范围是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地方。那么大城市比较困难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讯号干扰有一点严重，非常的严重。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在飞的地方，如果有人的话，飞着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当地人民会阻止你飞这个 drone， 不是说这是犯法的，这是要非常的小心。before 你飞之前，太阳已经出来了，我觉得我 time lapse 也是差不多了 ，Let's go。time lapse 也是已经拍完了，早上的画面都已经得到了，这时候收工啦。那么总结一下呢，早上的画面基本上我会拍的东西呢，就是一个 time lapse。如果能够飞 drone 的话，当然是最好的话。当地人民生活的画面，还有一些拍你的伙伴的画面等等的。其实到现场呢，就要仔细的观察当地人民在这个时候会做什么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拍摄在你的影片里面，所以会增加那个画面的故事性。时钟已经响了，现在的时间是6点钟，太阳已经这么亮了，就让你们看看刚才的画面吧。Show time！
Let's suppose that you were able every night to dream any dream you wanted to dream. And you would naturally, as you began on this adventure of dreams, you would fulfill all your wishes. You would have every kind of pleasure. 那么这期的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分享，还有留言给我们，还有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按起铃铛。Yep， 我们下次见。Work hard, stay humble, peace.